两个男杀手养一个孩子是一种什么体验？萌娃在沙发上蹦跶，一击正中要害，顶尖杀手惨遭致命打击。得知美丽还有亲人之后，一起决定将她送回亲生母亲的身边，毕竟他们是不容于世间之人。从脸色阴沉的阿九那里拿到了目标对象的资料，他们很快找到了美丽的母亲。虽然可能不是什么称职的母亲，但总比什么都没有的好。一起感慨，她就是没人教养才会走上今天这条路。她完全无法抵抗美丽的笑容，因为她在这个年纪几乎没留下过什么欢笑的回忆，而林同样也没有。他们虽然是搭档，却从不过问对方的私事。林猜拳输了，去给美丽买地瓜。就在一起感慨他们终究不是当父母的料时，美丽捧着地瓜要分他吃一半，一起感动的抹泪去给乖女儿买饮料。美丽跑去荡秋千，林不肯给她推，带着袖珍的大爷过来问美丽和林是不是父女或者亲人，林不肯承认，这让美丽很失落。一起跑过来说他是美丽的父亲，结果美丽记得在人前不能叫一起父亲，死活都不开口认人，害得两人差点被当成诱拐儿童的变态。还好最后误会解除，一起让林在这时候就承认一下，不然会惹出很多麻烦。美丽很高兴，原来林也是她的爸爸嘛。晚上睡觉的时候，美丽非要和林一起睡，偷偷溜到林的房间，却发现床上没有人，最后还是在浴室里找到了睡在浴缸里的林。被美丽问起来为什么会睡在这里，林表示是为了防止偷袭会有可怕的家伙跑过来。美丽翻进浴缸，趴在林身上，揉着林的脸让他笑一笑，孤零零的才更危险哦。最后美丽玩累了，就躺在浴缸里熟睡。第二天，一起给美丽穿好衣服，带她去找妈妈。一起笑着表示他们的耳根终于可以清净了，美丽和他们在一起根本不会有好事，不过是回到了各自的生活罢了。林忍不住吐槽他演技真差。到地方之后，一起表示自己先去看看状况，将美丽留给林照顾。一起在一家小酒馆里找到了当时正在驻场的美丽妈妈，但情况却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白毛男冲进来，不由分说扇了女人一巴掌，居然敢背着她接客。一起出手阻止，却没想到白毛男直接摔碎酒瓶，暴气伤人。一起不是没划伤脸颊，二话不说给了男人一拳，鼻血横流的男人扭头就跑，结果被一起救下的女人却反手给了他一巴掌。原来白毛男是女人的姘头，不过打完之后又让一起坐下来给他处理伤口。另一边，林陪着美丽在公园里玩，被活泼的闺女搞得身心俱疲。美丽很满足，让林明天也要陪她一起玩。林问她为什么要叫一起爸爸，她的亲生父亲呢？但美丽却很郑重地告诉他，爸爸就是在你遇到困难时愿意帮助你的人。林陷入了沉思，他从小被父亲当作杀手养大，父亲没有给过他爱和帮助，他得到的只是你死我活的血和教训。父亲不允许他叫自己爸爸，而是冷冰冰的老大。结果等林回过神，美丽突然不见了。酒馆里一起问女人是不是有个女儿，女人以为她是那个男人的手下，伸手就要赔偿金。她完全不在乎这个孩子，也没有将美丽接回去的打算。就连美丽心心念念的汉堡排，也只是超市里批发的便宜货。她其实根本就不想生下那个孩子，只不过是被渣男骗了，连分手费都没有就被扫地出门。她已经不想再见到美丽了。每当美丽笑的时候，她只想揍她。一起很气愤，孩子笑的时候，父母不应该拼尽全力守护她的笑容吗？守护孩子是母亲的责任，为了孩子赌上人生，不就是身为父母的幸福吗？女人发了疯似的砸碎了所有的酒瓶，美丽毁了她的梦想，她凭什么还要去守护？说一起只会在嘴上冠冕堂皇，连孩子都没有养过的人，凭什么来教训她？一起沉默了，留下酒钱之后转身离开。林四处寻找着美丽，原来她一个人跑去小吃摊，被店主报了警，警察以为她迷路了，就准备先把她带回警察局。林不想惹是生非，于是准备离开，结果美丽死活都不肯和警察走，原地哭喊着爸爸救我。想起自己父亲冷漠的背影和美丽那句爸爸就是遇到困难时愿意帮助你的人，林最终折返向美丽敞开怀抱，承认他就是美丽的爸爸。一起最终没有将美丽还给他的母亲，林也没多问，他们一起去超市买了妈妈牌汉堡排，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一起和林准备把美丽留在家里，但他们却低估了一个4岁孩子的破坏力，家里被搞得一塌糊涂不说，美丽过剩的精力还把2个顶级杀手折腾的没了半条命，要是再不接工作，他们就要完了。一起注意到托儿所的轿车，立刻恍然大悟，对哦，可以把美丽送去托儿所。一起信心满满的联络周围的托儿所，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不是名额满了，就是要去区公所申请。偏偏美丽还对上托儿所非常期待，2个爸爸只能硬着头皮去了区公所，等待时间巨长也就算了，还要填写无比琐碎的申请文件，甚至还有家长的工作证明和家庭情况。他们做黑的怎么可能填写真实情况呢？一起当场抓狂，抄起文件想来个眼不见心不烦。美丽一个头槌放倒一起，抱着文件哇哇大哭。一起明明说过要让他上托儿所的，现在居然说话不算数。顶级杀手黑进区公所伪造户口，居然只是为了让女儿上托儿所，而且还成功通过了审核。在申请下来之前，承办人推荐他们先去参观附近的托儿所，结果到了托儿所，老师询问家庭情况，天真的美丽啥都往外说，什么他有2个爸爸，爸爸又做黑又打枪，甚至还伪造东西，因为实在太可疑，导致第1家面试失败。一起只好叮嘱美丽一切按照他们说的来。3个人来到蓝天托儿所，虽然过程各种
种曲折，两个人还被当成了蓝童。但好在最后老师接受了美丽，随时欢迎她来到这家托儿所上学。就这样，美丽的托儿所终于有了着落，区公所的申请也下来了。他们只要准备好美丽入学要带的东西就好了。家里有孩子的都知道，上幼儿园要带的东西巨多，看得两个新手爸爸眼花缭乱。第二天，两人带着美丽去了名牌百货公司，加入集体生活。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被人看扁了。身为大少爷的林不懂，平民会根据物品和服装将人排名，到时候穿着名牌闪亮登场，绝对会让美丽成为全托儿所最靓的仔。结果买完东西还不算，美丽所有的自备用品上都要写上名字，还有各种杂七杂八的零碎事儿，一起又只好跑去买针线，折腾了整整一晚。第二天，三个人穿着名牌闪亮登场，帅哥高定加萌娃果然成功震慑住了送孩子的家长们。老师把三个人带去教室，仔细叮嘱了上学的注意事项，总算把美丽成功送进了托儿所，一起身心轻松，拽着林去过成人生活。但美丽在托儿所里的生活却不是很顺利，因为穿的衣服太贵，没有小朋友愿意和她玩，这让美丽很是失落，心情也一天比一天差。一起很快发现了原因，她询问老师原因，原来是因为美丽的衣服太显眼，导致和别人格格不入，让其他小朋友觉得她很难接近，不知不觉就被孤立了。老师提议让美丽穿一些居家的衣服，就算弄脏弄坏了也没关系，但一起并不知道要去哪里买。于是在老师的推荐下，一家三口来到了家庭主妇最重要的超低价百货商场，全场不要998，只要20块，便宜的三人流下了有钱人的泪水，一顿疯狂买，因为就算全买下来也比一套名牌衣服便宜。美丽尽管弄脏，尽管满身泥巴的回来。第二天，一起骑着便宜的脚踏车，带着穿着朴素的美丽来到托儿所。不过对于加入其他小朋友，美丽还是有些害羞，一起主动表演了一波让小朋友看了直呼666的球技，很快便让美丽和孩子们打成了一片。美丽体会到了快乐的校园生活，而且还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两个杀手养娃的故事也就此开始。